各位亲爱的朋友，阿公阿嬷，大家好。我想先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哦。自从退休以后，您是不是觉得人生好像突然多出一个最重要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站上那个体重计，很紧张地看着上面的数字跳动。少吃一碗饭，多去公园走了3圈，看到体重轻了1公斤，哇，那天的心情就特别好，好像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对不对？3餐都开始计较，这个太油，那个太甜。以前爱吃的控肉饭、花生汤，现在都只敢用看的。如果我刚刚说的您听了之后一直点头，心里想说对对对，这就是我，那今天这个影片请您一定要完完整整的把它看完，因为接下来我要告诉您的事情可能会完全颠覆您过去60-70年来的认识，是一个关于长寿的惊人秘密。这个秘密就是，对我们超过60岁的朋友来讲，想要活得久、活得好，那个终极的秘诀不是要瘦，绝对不是千金难买老来瘦，正好相反，是要让自己保持在刚刚好的胖，也就是我们说的微胖状态。听到这里，您可能心里会有很多问号，医师，您是不是讲错了？我几十年来听到的，不管是电视上的专家，还是隔壁的邻居，大家不都是说要减重，要控制体重，才不会有3高吗？怎么现在反过来了？您说的没错，过去的观念确实是这样，但是最新的老年医学研究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当年龄跨过65岁这条线之后，我们身体的游戏规则是完全改变了。您静下心来回想一下，您的身边是不是有这样的朋友或亲戚，为了减重，每天吃得像小鸟一样拼命运动，结果真的瘦下来了，瘦到整个人像竹竿一样，两颊凹陷，风一吹好像就要倒了。可是您有没有发现，他虽然瘦了，但整个人的精神气色反而越来越差，走几步路就开始喘，动不动就喊累，3天2头就在感冒。这样的瘦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牺牲了体力，牺牲了生活品质，只为了换取体重计上一个比较低的数字，这样真的值得吗？这绝对不是我随便说说吓唬大家，这是有非常强大的科学根据的。在2022年，医学界做了一项非常大规模的研究，他们找了将近12万位，您想想看，那个数量12万位，跟我们一样都是65岁以上的阿公阿嬷。科学家花了很长的时间去追踪分析他们的健康状况和体重之间的关系，结果得到一个让很多人都吓一跳的结论。这个研究发现，在所有的体重范围里面，哪一种人的总死亡风险是最低的呢？不是最瘦的那一群人哦，反而是那些身体质量指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BMI 落在24到27.9之间，看起来有一点点肉，身材微胖的长辈们，他们的身体最健康，最能抵抗疾病的侵袭，活得最长久。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用一个我们资深家庭医师最喜欢用的比喻，您一听就会懂。这个比喻叫做战争储备仓库理论。您可以把我们的身体想象成一个国家的战备仓库，也可以把它想象成您在银行的存款户头。年轻的时候，我们努力工作，收入很稳定，就像我们身体的吸收和合成能力都很好，吃进去的东西很容易就转化成能量和肌肉，所以我们户头里的钱满满的，战备仓库里的存粮也很充足。这个时候，就算偶尔生个病、开个刀，或者遇到什么意外，我们有雄厚的本钱可以去应付，身体很快就能恢复过来。但是当年纪大了，我们退休了，没有固定的薪水收入了，这个时候您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不是要好好守住我们的老本，也就是我们的养老金？绝对不能再像年轻时那样随便乱花钱了，对不对？
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模一样的道理。年纪大了，肠胃的吸收能力、身体合成蛋白质、制造肌肉的能力都会慢慢下降，就像我们的收入减少了一样。这个时候，我们身体里面储存的脂肪和肌肉就成了我们最珍贵的老本。如果您在这个时候还听信那些过时的说法，拼命节食、过度运动、刻意让自己瘦下来，这就等于您每天从自己那个养老金的户头里领钱出来，然后把它丢到水里一样。您正在亲手掏空自己最珍贵的战备物资。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当真正的敌人来袭，比如说不小心得了一场流感、肺炎，或者在家里滑倒需要开刀住院的时候，您的身体这个已经被您掏空的仓库，根本就没有足够的能量，没有足够的蛋白质和营养去对抗病毒，去修复伤口。所以您会发现，很多过瘦的长辈，一场小小的感冒可能就要躺半个月，一个小小的手术恢复期却比别人长很多。一场小病很容易就演变成一场大灾难，这就是因为他们的老本不够用了。所以您看，那些看起来微胖、有一点肉的长辈，他们不是胖，他们是身体里储存了足够的战略物资。这些肌肉和适量的脂肪，就是他们对抗疾病、应付意外的本钱，是保护他们安然度过难关的黄金盔甲。听到这里，您应该就明白为什么我们会说微胖才是福了。那接下来您一定会问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医师，听起来很有道理，那到底怎样才算是最理想、最幸运的微胖状态呢？我要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刚好落在那个人人羡慕的范围内呢？问得非常好，接下来我们就要从理论走向实践了。我来一步一步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在家里就可以自己算出来。这个指标就叫做 BMI， 也就是身体质量指数。计算方法非常简单，您现在就可以拿出纸笔，或者请家里的年轻人帮您用手机算一下。公式是用您的体重，记得单位是公斤哦，去除以您身高的平方，身高的单位要用公尺。我再说一次 ，BMI 等于体重公斤除以身高公尺乘以身高公尺。我知道这样讲可能有点复杂，我们直接来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位陈先生，他的身高是170公分，也就是 1.7 公尺，他的体重是72公斤。那我们来算算看他的 BMI。首先，我们要算出身高的平方，就是 1.7 乘以 1.7 等于 2.89。然后我们再用他的体重72公斤去除以 2.89， 算出来的结果大约是 24.9。这样您会算了吗？很简单，对不对？花个30秒，您就可以知道自己的 BMI 数字了。好，现在最关键的时刻来了。当您手上已经有自己的 BMI 数字之后，我们要怎么解读它呢？根据我们刚刚提到的那篇大型研究，以及目前全世界老年医学专家的普遍共识，我们认为，对于65岁以上的长辈来说，那个最理想、死亡风险最低、最能够保护我们的黄金理想 BMI 区间，就是在24到27之间。您看看，我们刚刚举例的陈先生，他的 BMI 是24.9，是不是就完美的落在这个最幸运的黄金范围里面？这就代表陈先生目前的体重对他的年纪来说是非常理想的健康状态。现在换您看看自己的数字，您算出来了吗？如果您的 BMI 刚好也落在24到27这个黄金范围里面，恭喜您，这代表您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得非常好。您可以在这个影片下方的留言区帮我打一个数字1，让我们一起为自己健康的身体按一个大大的赞。但是事情没有这么单纯。身为一个负责任的医师，我必须要告诉您，有2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例外情况，您一定要牢牢记在心里。如果忽略了这2点，那后果可能会很严重。第一个警讯叫做非自愿性的体重下降。
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如果您最近这段时间并没有刻意在节食，3餐都正常吃，也没有突然增加运动量，可是您站上体重计，却发现体重一直在往下掉，在短短的6个月之内，您的体重莫名其妙的就掉了超过5%。举个例子，如果您原本是70公斤，5%就是3.5公斤，您什么事都没做，半年内就瘦了超过3.5公斤。遇到这种情况，您千万不要高兴得太早，觉得自己减肥成功了，这绝对不是好事。在医学上，这种非自愿性的体重下降，往往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警讯，它背后可能代表着一些严重的疾病正在悄悄发生。最常见的像是没有控制好的糖尿病、甲状腺功能亢进，甚至是大家最害怕的恶性肿瘤，还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比如忧郁症，都可能以体重减轻作为最早期的表现。所以，请您务必记得，如果发现自己有这种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第一时间不是去跟朋友炫耀，而是要赶快去找您的家庭医师，做一个详细的全身健康检查，把背后的原因找出来，这点真的非常重要。好，再来第2个警讯，也是我们现代人最大的敌人。那就是我们真正该减的，其实不是体重，而是不健康的体脂肪，特别是长在我们肚子上的中心型肥胖。您可以现在就站起来，低头看看自己的肚子，是不是特别突出？或者您可以拿个皮尺量一下自己的腰围。如果我们男性的腰围超过了90公分，女性的腰围超过了80公分，那就要特别小心了。这种俗称啤酒肚、游泳圈的大肚子，里面堆积的不是普通的皮下脂肪，而是一种叫做内脏脂肪的坏东西。这些脂肪会包围在我们的肝脏、胰脏、心脏周围，不断地释放出各种发炎物质，是造成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脏病，甚至是中风的头号元凶。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是 BMI 在24到27是理想的，但前提是您的体重是均匀的分布，而不是集中在肚子。如果您的 BMI 是在理想范围，甚至偏瘦，但却挺着一个大肚子，那您比全身都胖的人还要危险。这种中广型肥胖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管理的定时炸弹。那如果发现自己有这种状况，该怎么办呢？这时候就需要采取正确的减重方式。这个方式不是叫您饿肚子，而是要用2个很聪明的方法，叫做聪明吃跟温和动。我们先来讲聪明吃。对于有中广型肥胖的长辈来说，减重的目标是要减掉肚子里的油，也就是内脏脂肪，但同时要千方百计地把我们珍贵的肌肉给保存下来。那要怎么做呢？最重要的法宝就是吃够蛋白质。蛋白质是我们盖房子的钢筋，是制造肌肉最重要的原料。我们建议长辈每天摄取的蛋白质应该要达到每公斤体重 1.0 到 1.2 克。譬如一位60公斤的长辈，他一天就至少要吃到60到72克的蛋白质。这个数字听起来好像很多，但其实只要分配到3餐，一点都不难。我帮您简单规划一下。比如说早餐，您可以吃1颗鸡蛋，再配1杯无糖豆浆，这样轻轻松松就有差不多15克的蛋白质了。到了中午，您可以吃一个差不多自己手掌心大小的鸡腿肉，或者是1片鱼，这样又有20几克的蛋白质。晚餐再来1块传统豆腐，配上一些毛豆，或者再吃点肉，又是20克。您看，这样加起来是不是很容易就达标了？重点不是要您大鱼大肉，而是要确保您的每一餐里面都有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像是豆、鱼、蛋、肉类都是很好的选择。这样一来，您在减重的过程中才有足够的原料去保护您的肌肉不流失。讲完了聪明吃，我们来讲温和动。很多长辈一听到运动就害怕，觉得是不是要去跑操场、去健身房举很重的东西？其实完全不用。
对于保护肌肉、提升新陈代谢最有效的运动叫做阻力训练，而这种运动我们在家里就可以非常安全地完成。我今天就教大家一个最简单也最有效的动作，叫做椅子作战。首先，您要找一张高度适中而且非常稳固、绝对不会滑动的椅子，安全第一哦。您可以把椅子靠在墙边，然后您就坐在椅子上，双脚与肩同宽，稳稳地踩在地上。接着，双手可以交叉抱在胸前，如果觉得平衡感不好，也可以轻轻扶着旁边的桌子或墙壁。准备好之后，用您大腿的力量，慢慢的、有控制的站起来，直到身体完全站直，然后再慢慢的、有控制的坐下去，直到屁股碰到椅子，这样算一次。整个过程的重点就是一个字：慢。我们要感觉到是大腿的肌肉在用力，而不是用身体的冲力或弹力站起来，这样才能真正训练到我们的肌力。这个动作您可以每天做个3组，每一组大概做10到15下，做到您觉得大腿有点酸酸的，呼吸有点喘，就代表达到运动效果了。这个动作非常安全，又可以有效地训练到我们全身最大、最重要的肌群——大腿的股四头肌。只要把腿力练好了，您走路就会稳，膝盖也会得到保护。所以您看，透过聪明吃来补充原料，加上温和动来刺激肌肉，我们就能够精准地减去肚子上的坏脂肪，同时保住我们珍贵的肌肉。这才是对长辈来说最健康、最有效的体重管理方式。讲到这里，您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核心的观念？那就是我们真正应该在乎的，从来就不是那个冷冰冰的体重器上的数字，比数字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身体功能，也就是我们身体用起来的感觉，它到底好不好用。接下来我要再教大家几个非常简单的小测验，您现在就可以站起来跟着我一起做做看。这几个动作可以快速地评估出您现在的长袖实力，看看您身体里面的肌肉到底够不够力。第一个测验叫做单脚站立测试，很简单，您就找一个旁边有东西可以扶的地方，以防万一，然后双手叉腰，抬起您的一只脚，看看您能不能只用另外一只脚稳稳地站着，身体不要晃来晃去。您可以心里默数，看看自己能站几秒钟。如果我们可以轻松地站立超过10秒钟，那就代表我们的平衡感和腿部肌力都还维持得相当不错。第二个测验叫做行走速度测试。您可以在家里的客厅量出一段差不多6公尺的距离，然后用您平常走路最自然、最舒服的速度，从起点走到终点，请家人帮您计时一下，看看花了几秒钟。如果我们走完这6公尺花的时间不到6秒钟，也就是说我们每秒钟可以走超过1公尺，那这就代表我们的心肺功能和整体的身体机能都处在一个很好的状态。第三个测验就是我们刚刚提过的椅子作战测试。这次我们来测测看，在30秒之内，您可以连续完整的站起来又坐下，总共可以完成几次。这个测验评估的是我们下半身的肌耐力。如果您做完这几个小测验，发现好像有点吃力，比如说单脚站不到几秒钟就一直晃，走路变得很慢，或者30秒内站不起来几次，那这就是身体在给您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了。这个提醒就是您身体里面的肌肉可能正在悄悄地流失，也就是我们说的肌少症的风险可能比较高。这个时候就代表您是时候要比以前更加强您的蛋白质营养，并且开始做一些我们前面教的温和肌力训练了。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从体重的迷思聊到 BMI 的黄金标准，再到真正的健康指标身体功能。我最希望带给大家的一个观念就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可以把视线从那个会让我们焦虑的体重计上面移开了。我们应该要多问问自己一些更重要的问题，问问自己，
今天我还能自己一个人轻松地提起一包5公斤的米吗？我还能不用扶着扶手自己走上2层楼，不会喘到不行吗？我还能够开开心心地跟我的老朋友、老同学约去公园散散步，去郊外走一走，回家之后不会觉得累到散掉吗？这些问题的答案远比体重计上的数字更能定义我们晚年生活的品质。真正的健康长寿从来就不是一个数字，它是代表着我们到了70岁、80岁，甚至90岁，依然能够拥有足够的体魄和活力，让我们可以去自己想去的地方，见自己想见的人，做自己想做的事。如果为了追求一个瘦的标准，把自己搞到弱不禁风，每天这里痛那里不舒服，连出门走走的力气都没有，只能整天待在家里，那就算真的活到100岁，这样的长寿又有什么意义呢？您说是吗？我们追求的是健康的余命，是充满品质与尊严的每一天。如果今天的分享对您有帮助，别忘了按个赞，并且把它分享给您关心的家人和朋友，让大家都能有这个正确的观念。最重要的是按下订阅并打开小铃铛，因为像这种真正对您身体好的健康知识非常珍贵，错过一次就少一次保障。订阅起来，让我们陪您一起健康到老。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